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对吧？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关注我的死死抱住，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相亲的相亲啊，摆烂的摆烂，打仗的打仗，结婚的结婚，那是一家欢喜十家忧啊！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哎呀，还有3天订婚啊，女方突然涨价，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大晚上赶忙急的啊，去了一趟女方家里。这个男方啊是92年的中专学历啊，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月薪在2万左右吧。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有个妹妹啊，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94年的大专学历，在私企是做前台的，老家呢也是农村的，两人谈了有1年多。这起初呢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觉得男方啊家庭条件差一点，而且还那么远啊。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啊，比较坚持，觉得男方人很好，也喜欢他。就这样呢，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彩礼啊也是讨价还价，定在了6万，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商议的挺好，准备下个周啊，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结果呀，昨天女方突然变卦，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彩礼至少12万。我一听这彩礼价格，他直接翻了个番啊！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啊，这女方父母在啊，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啊自己以前不太懂啊，私下里给答应了。家里亲戚啊一听啊这价格觉得不合理，说谁谁谁家呀给了多少多少啊，谁谁谁家怎样怎样。我听完先是劝呀，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彩礼这事啊可不能去攀比，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女方妈妈就反驳我呀，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确实一般，家里还穷，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这别人啊都还没有陪嫁来，我们还陪嫁了2万，所以啊彩礼12万啊一分不少。这女方父亲人还行，觉得呀半道改嫁他确实啊不是很地道，觉得要不这样吧，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刚说完啊，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就你话多，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赶紧闭嘴。转身呢就跟我说呀，哎呀我们有事啊先商议一下。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去了里屋啊。我先强调一下，我真的没有偷听啊。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给别人打电话，她开着免提啊，那声有多大呀？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你要咬紧牙关啊，别松口，12万啊他1年就挣出来了，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这女方妈妈呢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这要不给咋办啊？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他俩都谈了1年了，他都30多了，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最后啊要实在不行你就降到10万嘛。临了对方还来了句啊，千万别给陪嫁，你别傻。哎，这挂了电话他俩就出来了，跟我说呀，彩礼12万一分不少，理由是啊男方1年能赚20多个，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我听完呢，说实话啊，咱也没好意思穿破，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就直接就跟他说啊，你女儿都28岁了，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就这么一个女儿，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如果你彩礼逼急了，婚黄了，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婚成了，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风水轮流转，最后这结果呀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这女方妈妈呢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听着我就来气呀，抚养孩子啊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谁不抚养孩子呀？别听别人说的，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过得好不好别人能帮你怎么地？最后哎呀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两人终于松口，说彩礼6万就6万，但是这嫁妆一分不出了。听完呢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就跟男士沟通啊，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但是啊也接受了，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就这样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以前呢我就说过，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做事你得顾全大局，算计多了自私自利，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哎呀不说了啊，喂刺猬去了，这快过年了，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尊敬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兄弟们 and 姊妹们，屏幕机前的朋友们，过年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3相亲界春节联欢会的报道现场，请允许我代表许愿池的王八们和轩宇女士对各位贵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福。
单身好汉齐聚一堂，共同迎来新的一年。下面预告本次相亲联谊会的节目单。节目安排从初一到初七均为近期真实相亲故事改编，剧情跌宕起伏，过年七天乐，相亲也快乐。大年初一是小品抬杠，一对大龄的相亲男女约好一起吃饭，见面后互相嫌弃年龄大，于是男士心有不甘，强烈要求饭钱 AA， 女方同意，但心情极度不爽，电话喊来一个闺蜜，男方一看气不过，电话也喊来了哥们儿，就这样双方抬杠，最终女方喊来了3个人，男方喊来了4个人，以多一人的局势碾压对方，一共9人吃完这顿饭。大年初二是家庭短剧刷碗，一男士带着相亲半个月的女友开心的来到了自己家里，初次见父母，女友很是害羞腼腆。吃完饭，男士没事找抽型的要求女友帮忙刷碗表现自己，女友坚决反对，上门是客人，凭什么要主动刷碗？两人争吵起来，当场提出分手，摔门而出，男友事后痛哭流泪。大年初三是户外故事旅游，一对相亲男女相约出去旅游，各怀鬼胎，准备通过旅游确认关系，结果到了景区，女士意外受伤，男士提出公主抱，谁知没走几步，两人摔成了狗吃屎。为此两人从头吵到尾，互相指责，最终关系没确认成，还老死不相往来。大年初四为纪录片提亲，一男士去女友家里提亲，被告知要彩礼20万，嫁妆只有4条被子的时候，男士一听当场上诉，自己年薪30多万，对方年薪才5万，怎么好意思狮子大开口，诉求希望女方降价，谁知女方坚决不退让，认为20万合情合理。男士一听愤怒转身，决定分手，气的女方血压急剧上升，差点脑梗。大年初五为相亲脑抽短剧前任，一对大龄剩男剩女相亲，两人起初互有好感，期间女子脑子被驴踢了，当着男士的面接了前任电话，还一聊半个点，挂了电话之后梨花带雨跟男士诉哭自己是多么的怀念前任，说自己是一名重情义的好姑娘。男士决定不计前嫌，主动安慰她，并好好对待她。谁知刚回到家，接到媒人电话，被告知女方觉得他太丑了，拒绝了。大年初六的节目是小品争吵，一位姑娘32岁，本科学历，月薪5000，公开叫板一位30岁，重点211硕士，月薪1万的男士。女方认为男士月薪配不上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扬言男人年薪不到30，绝对不从。男士一听不服，找媒人理论，媒人一听，转身介绍了一位26岁，本科学历，月薪7000的姑娘，两人双双把家还。大年初七的节目为喜剧片脸皮薄。一对相亲男女见面，男士看了眼女方，觉得没眼缘不合适，谁知女方却很中意男士。男士想走，但脸皮薄，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硬是陪着女生在公园里面拎着2瓶矿泉水，在寒风中溜达了5个点。最后女方提出要请男士吃饭看电影，男士一听立马瘫倒在地，抽搐着说自己有羊癫疯，才躲过一劫。本次预告现场的最后奉献一首难忘今宵，该关注的关注，该保命的保命，明年招兵买马，壮大许愿池。欧里给顺口气这2天找对象的人特别多。上午有一位离异带娃的女士来找对象，82年的，身高在162，体重130斤左右吧，自己开了一家减肥馆，离婚3年，有一个12岁的儿子。他来找对象说自己想找有车有房，愿意给他20万彩礼，每月能给他3000块钱零花钱的男人。这又是遇到一个做梦的人他说自己条件不错有车有房，减肥馆1年收入也在5万左右，不希望找个比自己条件还差的。我问他你具体的择偶要求，他说这身高在175左右，别太矮，男人矮了不好看。学历要求本科以上，那自己是大专的，很遗憾没有考上本科，所以希望对方是本科。当然如果对方年薪在100万以上，可以优先考虑放宽到大专。听完我刚想怼过去，那池子里的王八就拉住我劝我忍一时风平浪静我就问他还有其他要求吗？他说男人的年龄也别太大了，我才39岁。我一听你不41了吗？他就有些生气说我算得太清楚了，自己是腊月28的生日，算下来才39。他继续说对方年龄要求在45岁以内，35岁以上，年轻最好。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啊，年轻啊，体力好，心态好，这老了呀，生活在一起没激情，他自己都不喜欢。哎呀，我忍了忍啊，问他，你觉得人家35岁条件好的，凭啥要找你啊？他说，我虽然年龄大一点，但是我婚姻经验相当丰富啊，而且性格温柔，对男人好。我不像其他小姑娘一样啊，会撒娇会作，我会提供情绪价值，让对方心情好。好嘛，这话说的让我无话可说呀。我问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的？他想了下说呀，对方未婚最好，又自言自语说呀，哎呀，这个年龄了啊，未婚啊，多半条件也不咋地了，就跟我说呀，离异也接受，但是啊，不可以带孩子。听到这我就反问他呀，你怎么自己还带个孩子呢？他说，我是女人呢，我以后可以再给他生一个，这要是呀他对我不好，再带个不是我的孩子，我不得憋屈吗？听完我真的是没好气的说了句啊，你太双标了吧。他倒好，反过来说我呀，你可不能那么说我啊，这谁都想嫁个好的呀，人都往高处走啊。我问他，我说有一个男士啊，43岁丧偶，孩子成年了，在企业上班，年薪在10万上下吧，你考虑吗？他说这丧偶不行，不好听，而且年薪10万也太低了。我一听人家也不比你低吧。他说这男人要是比我年薪还低，那不太丢人了吗？我没好气的呀，就白了他一眼。那你要找年薪多少的？他说20万。我说多少？他说15万也行啊。我问他，我说有一个46岁条件挺好的人，性格也老实啊，离婚了，前妻啊带个儿子，做海产生意的，这一年在20-30个吧。他一听啊，那声大的呀，什么？他有个儿子啊？那年薪30万也太少了，起码得50吧。那我也有个儿子呀，这2个儿子以后要是买房啥的，不赚够50万咋生活呀？听完我忍无可忍，我问他，你自己儿子不是有你前夫吗？他不管吗？他说我那前夫啊太穷了，当初啊没车没房，一年才2-3万啊，跟了他7年，我饭都吃不上，靠他呀，我儿子啊都得喝西北风啊。听完我没好气的问他呀，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条件好的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供养你儿子呗？他说对呀，你娶我就得照顾我们娘俩呀，如果能给我20万彩礼，再每月给我3000块钱零花钱啊，我儿子啊可以改给他姓。听完呀，我那血压呀实在是没法再涨了啊！你在做梦呢？他说呀，那网上好多二婚带孩子都嫁得很好，老公们对他也很好，怎么我就不行呢？真的是人要脸树要皮，你是没脸没皮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乳腺增生啊！40好几了，不脚踏实地的把孩子给带好，努力生活去赚钱，光想着做梦嫁给王老五，咋做梦要开着82年桑塔纳去接王子吗？你半路都得漏油，发动机都得坏道上。这找对象跟做事一样啊，脚踏实地点，幻想太多了，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我信你个鬼！中午啊，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这男方呢是33岁啊，在私企工作，部门经理，有车有房，年薪在10万左右。女方呢是32岁，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做审计工作的，年薪也在10万左右。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互相觉得都还行，条件也相当，这年龄呢也合适啊，就答应相处看看。这不俩人都放假了，今天中午啊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呀，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啊，两人就干起仗来了，先后给我打电话呀。以前我就说过啊，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基本都不是好事儿。先是女方气质汹汹啊，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一问具体情况，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这第1条呀，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简单点说呀，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其次啊，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按理说呀，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大家都觉得合适啊，才会来见第2次面。一见面呢，也没有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也没什么礼物，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第3个呢，是点菜的时候，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是自顾自的点菜啊。他不爱吃海鲜，不爱吃鸡，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这第4条呀，说到这条，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她竟然让我给她饭钱，我缺那钱吗？你给我评评理啊！这顿饭啊，先不说啊，都不是我的口味，不是麻的就是辣的，不是甜的就是咸的，我都没吃几口，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哎呀，听完这4条，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先是接送问题。这男士就说呀，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
这第三呢是关于吃饭，男方说自己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在玩手机，也没抬头就说了句随便，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男士说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有什么好气儿，总是自己在玩手机，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方既然来相亲了，那就别端着了，也没人欠你，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这姑娘听完呢，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就杠起来了说对方人品有问题，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结束之后呢，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我这边庙小，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确实伺候不了大佛。32岁了，还以为自己是23呢，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30多了，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就这个年龄段，除了骗子，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没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加惊喜吗？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怎么地幻想着一个长得帅、超有钱的男人，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为了你终身不娶30多的人了，来相亲找对象，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互相不讨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单身女人上了30岁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要结婚呢，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就要伏低做小，忍气吞声，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就要互相理解，互相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臭架子，这辈子都得打光棍。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我真是伺候不了了这大过年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那身高大约在160左右，身材偏胖一点，短发，一上来就跟我说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看这架势没点实力那说不出来这话我问大姐你是在哪高就？她说打零工。这3字一出哎呀，我那脑神经都没转过弯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下自己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年薪在3万左右，离异3年多了，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初中学历。说到这儿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毕业之后会考会计考本科等等，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哎呀，现在这年头婚姻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他前夫在物业上班一个月4000多点，这老婆孩子都跟着喝风。他整天抱怨这男人没用，这抱怨多了俩人就吵架最后就离了，房子给了他。说到这儿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哎呀，我看你粉丝挺多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我想明白了为了我和我女儿我也得找个有钱的。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都忍不住怼你大白天做梦，你不要脸了你。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50岁以内，学历本科以上，做生意的老板年收入最低30万，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他说自己做不了后妈，但可以给男方再生一胎。最后补充了一下接受姐弟恋。哎呀，听得我那血压蹭蹭蹭直拱我跟他说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就算有，你自己都44了，缺油缺水缺电了，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这位大姑娘听完那直接回怼我你可不能这么说那新闻上60岁不还能生2个吗？再说了，我就算生不出来了，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过继过来给她，以后给她养老，她这不是白捡个姑娘吗？这顿输出直接给我干懵了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就你这思维方式那小脑指定是离家出走了。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是你调好盘量，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就算你是辆法拉利，这40多年了，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人家都当老板了，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他听了就开始不爽说自己的优点很多会做饭，会收拾房子，另外呢他经历过婚姻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自私自利，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我还没说完他就不愿意了，
怼我说呀，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3000多万呢，2条腿男人那么多，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哎呦，听得我呀，是呀，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想要嫁得好啊，首先自己得优秀，没事减减肥啊，去脂去油，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多点自立能力。想找30万的，自己先达到个10万，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小鸟依人一点，不然呢要啥啥没有，还5大3粗的，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换刺猬看门，这种人再进2个就给炸出去。时光飞逝啊，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这现实生活中啊，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那还是有很多的呀。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他是92年的，个子不高，也就最多170吧。高中一毕业呢，就去新疆当了兵，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家是农村的，父母赶集啊，做点小买卖，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给他介绍对象啊，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就直接拒绝了。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也不高，在155左右啊，很瘦。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我还问过这姑娘啊，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当时这姑娘就说呀，我也不高，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既然都是普通人，那谁也不嫌弃谁嘛。就这样呢，两人呢见了个面，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啊，就相处看一看。之后几天呢，男士主动是请这姑娘吃饭，给她送礼物，但人家却说呀，这谁赚钱都不容易，礼物不要，吃饭大家 AA 就好。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啊，他就不想让对方啊吃亏。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饭后经常去公园里探马路，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走累了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这聊着聊着呀就是一下午。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呀很懂事，很明事理。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做事周全。这有一天，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男士知道之后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是忙前忙后，主动帮忙了几天，脏活累活都干了。姑娘和她父亲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是很感激。时间很快到了回部队那天，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两人没车呢就一起去坐公交去车站。在公交车上，姑娘从包里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2个好地瓜，还有一杯热奶茶。她和男士说呀，这去新疆的路很长，饿了就要吃这些，千万别饿肚子。那一瞬间男士特别的感动，而且也感激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进车站的时候呢，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直到男士进站之后，她才放心的离开。去年的腊月新疆的冬天特别冷。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战友跑过来跟男士说呀，有人找你。他出去一看呀，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瑟瑟发抖，穿的衣服也比较薄，脸还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姑娘却说呀，快递好多都不发到这里，她不放心，她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她。说着呀，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给她披上，让她进了屋里。进屋之后，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这是冻伤药，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还有保暖内衣，还有这个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抱着这个姑娘就说自己回不去，不能照顾你，特别对不起你，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姑娘却说呀，那有啥呀，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不一样吗？就那一瞬间男士想着这一辈子豁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来年的春天，男士又休假回来了，两人见了双方的父母。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觉得男方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他就不放心。这姑娘劝父母两人只要真心把日子过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兵呢是保家卫国，又跟父母说呀，男士对她很好，人品很好，有责任心等等。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两人就在国庆节结了婚，彩礼4万加上3金。在一起的这2年很少发生争吵，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以前我说过很多遍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新年快乐，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有些姑娘来找对象，那都是牛逼哄哄啊，觉得自己买上房了，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啊，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啊。上午呢，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真的是做梦来的，一上来就跟我说啊，自己条件特别好，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听到这儿啊，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小板凳啊都端好了。这姑娘介绍说呀，自己啊是91年的，身高有160左右吧，体重在110斤上下，这个私企工作，年薪在7万左右，父母都退休了，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听完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他立马笑了一下，骄傲的跟我说呀，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一问呢还在郊区。说完还跟我感慨呀，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何况他还是女人呢，尤其珍贵呀。我问他贷款有没有，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花了10多万，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商业贷了将近100万，还30年，月供啊5000多，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听完那一瞬间，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多少？5000多？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我是佩服的啊，掏肝掏肺啊！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他说啊，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有套自己的房子啊，特别有安全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他听完说呀，那怎么可能呀？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他说不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用不着我爸妈去还。听着这感情啊，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啊，年薪20万以上，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市中心学区房，面积不能低于140平，有眼缘的男士。听完我立马秒回啊，帮不到啊！而且你这32岁啊，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说她买上房子之后，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值得更优秀的男士。我问她，我说有一位男士啊，年薪20万，硕士学历，国企做管理的，他房子有140多平，但是有房贷，需要还20年，月供7000多，你愿不愿意？他一听啊，那不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呦，听完我就笑了，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听得我也是不爽，就给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每个月那点工资啊，还贷都费劲儿，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你不是在做梦吗？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你这不做会计啊，真是可惜了啊！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二没有出租收益，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要么就是个傻缺啊。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可以啊，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结婚前自住，结婚后用来出租，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又或者你付了首付，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反之，贷款30年，月供几千，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这根本不现实。人性啊都是自私的，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